等我一下。好的。同学，这是乔振兴的尸检报告。案发地的水样呢，和乔振兴肺内容留物的液体比对结果是一致，但是有点奇怪。按照我的经验呢，水库那边的硅藻一般是呈圆形聚坨的，那这回分局采集的呢是呈不规则形状。这个事儿呢，我也和负责案件的江队说。江红军。对。他怎么跟你说的？江队说不让我搞经验主义，报告结果呢就按实际结果出就行，别的不用管。宋局，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你说。做水样实验那天晚上，我在实验室的楼道里看见江队了。江队，江队，我可没有像你。哎，刘主任。哎，你这么晚过来有事儿啊？孙局让我找许局签个字，下班了吧？那你来晚了，许局早下班了。哦。啊，那行，那我明天再过来。行，你明天早点过来就行。啊，忙着吧。好了好了，哎，再见啊！再见。哎。我手里的这一份是我们在金海歌厅鱼缸里采集到的水样检测报告，这一份是你们当时曾经出具的乔振兴体内的水样检测报告。而你们当时说乔振兴是淹死于永清河内，那他体内的水样应该是永清河的水样。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他体内的水样会和一个歌厅鱼缸里的水样高度一致吗？这个是3月1日晚上8点06分，在东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拍到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证实，你当时确实出现在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好，来，你们再看，够了，够了，洪亮，是我，都是我。乔振兴尸检的水样是我换的，还是孙飞给我下的命令去执行的这个任务。我就从参加工作开始吧，我也不知道咋的，孙飞就盯上我了。可能是我那会儿年轻，什么事儿都冲在一线，然后工作也开展的不错，他就说要带着我。我说我就别了吧。那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江文运，要么你就干，不干从明天起，别再让我在东平再看上你。你要是想好了跟着我干，以后在东平吃香的喝辣的。他说我跟你们这些正规军不一样，你们经过组织严格的培训，我呢我就半道转过来的。我就觉得穿上这身警服，手里就有了权力，就能为所欲为。原话。我挣扎过，但我家人的工作、孩子上学都是孙飞安排的，我不听他的，我老婆孩子都会受到影响。我就是这样被他拉上了船。但是你知道吗，洪亮，那船上诱惑太大了，上面能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的权利、尊严，然后旁边是社会上的人对你的追捧，还有你心里边你能满足你所有的欲望。这船啊，它不但大，它还开得稳呢。你们要是不来，这船还不定开到哪儿去了。行，你跟我说说呗，咱在船上啊，说除了你啊，孙飞啊，还是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就说一点，你知道我每回执行完孙飞给我的任务之后，
是怎么拿的那些钱吗？我把车停在一停车场，行车记录仪清空，车门留着不锁。第二天早上一早，钱就在这后备箱里。我连是谁给我的那些钱都不知道，你觉得我会知道那船上还有谁吗？呸！陈总，您慢慢吃。事儿我都说完了，我后面还有会，我先走了。刘主任，难道东平是要建2座新能源电池厂吗？什么意思？我问你呢。难道东平是要建2座新能源电池厂吗？可是建电池厂的地，只有洪家村这一块，所以我只要洪家村。陈总，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我也是能力有限，而且拿地这种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要不然您再选选其他地块，只要是开发区的，我都可以帮您想办法。我跟你说了，我就要洪家村。陈胜龙，你敲什么敲？你什么态度？你要这样，咱俩没法聊了。我给你的提议，你可以考虑考虑。你要能行，咱俩回头再说。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呀？老帅，走。我跟你说了，我后面还有会。我也跟你说了，走。你跟我玩黑社会这套是吧？好，你说。那天晚上，矿上发生事故的那天，你们一家人正在给你老公庆祝升检查长吧？南京秘书也在吧？他还让你把房子退给我，是吧？程子健告诉你的吧？巧了，你们那天一家人在玩具的时候，万家的矿缘分啊！这算是我给你们送了份大礼。合作我不干，要么就全卖。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矿，我们还是要买的。玩家没权去赔偿没法去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不客气。我要报警，我要警察。手机。
吃一辈子牢饭。好像是你先跟我提的吧？什么矿山啊，什么新能源，你让我接盘的呀，所以我才接呀。你要谢谢我呀！我要不接的话，银行怎么还贷款呢？你现在不让我接了，啥意思？大东西山的房子，我凭什么你半价卖给你？还有几百万的房子，怎么就全在你名下？你想退吗？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还有铜点矿，我是江源，怎么接盘了？你要跟我说，我就是个畜生。在你眼里，在江源他们那些人眼里，我就是个畜生。利用我，压榨我，踩着我往上爬，我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得拼命的往上爬，全是你们逼的。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要求他们纠正整改。啊，就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因为一个能力不足，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你这坑人的吗？是啊，其实啊，这件事呢，我也有责任。李检呢已经严厉的批评我，管一下。哎，不用，实事求是嘛。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学学老同志。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太信任。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哎，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哎，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谁伪造的？伪造干嘛？就这个事儿，咱是不是还得接着查呀？是要查。必须要查，我们办案组啊，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啊，这是会议纪要。哦，哎，你们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应该的嘛。我们觉得呀，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呢就是想靠这招啊，减轻对他的量刑。哎呦啊，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进一步的侦查，一旦有结果，马上会通知你们。辛苦老谢，不辛苦应该的嘛。那我没别的事儿，我那还有个会。小张。行，你忙啊。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哪天早上？这呀，乔振兴告别会，您几点到的呀？我大概比你早到7、8分钟吧。那您和李检谁先谁后啊？我们俩前后脚到。您当时走的是哪条？没完了是吧？为了那通电话，过不去了是吧？这个月的12号，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你们聊了些什么？打了电话呀？有吗？有。12号早上。喂，省院要进行2次尸检。啥事件啊？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什么时候啊？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通话时长56秒。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你再仔细想想。12号。洪亮，咱们俩认识60多年了吧？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哎，好。那天当着面
检查李检的电话，并且对我都那样了，我觉得有点过。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啊！不是，我关起门来，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单独。我跟您道歉。哎，不用不用，你听我说。说我们仨，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市院的那天开始，前面是您带的，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哎，不，长大谈不上，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所以，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我的好哥们儿、好战友、好兄弟。走了，要送一程。最后一面还没见着，人就给烧了，还是被错烧，所以我当时崩溃了，我逮谁就冲谁来了，我要找一个发泄口，我要宣泄出来，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不说了，洪亮，有你这番话，咱俩就算翻篇了。我一句废话啊，你说，我真不是不尊重你。我更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程子健。12号，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他，而且我也是知道的，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这个规矩我懂，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哦，对了，当时谢主任还说让我不要离开东平，要好好配合指导小组的工作。就这些。那几天啊，送来祝福的电话特别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些了。毕竟就59秒，56秒。对，我给任俊打个电话，完李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的，然后就出这事儿了。喂，省院要进行2次尸检。啥尸检啊？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什么时候啊？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处理好。我不得不想，我这肯定纳闷啊。您那时候说，刚才说比我早7、8分钟到的，那7、8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完了，你又骑电动车，还得打电话，你这电哦，想起来，我呀，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10分钟，嘿，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儿，我买了碗豆腐脑，买了2个水煎包，我吃的舒舒服服的，踏踏实实的，打了那个电话。怎么样？你说行吗？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2次尸检呢？我没有给程子健说2次尸检的事儿，我是跟程子健说，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我们要给乔振兴做2次尸检，你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万海在里边关着呢，万海以前能主刀啊？嗨，老乔做2次尸检跟我没关系，可是万海不配合跟我有关系。蓝书记再三叮嘱我说，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这不是前不久吗？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万海态度那个差呀，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要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
我们也就说了1分钟不到。洪亮，你看行不行啊？你说行就行。我呢，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但是，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纪律我懂，底线我还能守得住。跑风漏气儿的事儿，我不会做。还有别的事儿吗？那行。有事儿随时找我。谢主任。那今天先到这儿。那我送各位领导啊。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你。当然，我一定全力以赴。留步吧。那行，那我就不送了，慢走。谢主任。哎，小周，把这个卷宗去存档。好。把门关上啊。好。喂，怎么不接电话呢？现在说话方便吗？方便。指导组找我谈话了。出什么事儿了？乔振兴告别会那天早上电话，刚才问我给你电话里都说什么了。郑亚萍他们也刚走，问的也是这事儿。你怎么说的？谢主任，你是怎么说的？我说的是让你做万海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完了。你怎么说的？我一开始说的是你祝贺我订婚。啊？这怎么能对上了？你脑子里是不是有水呀？你别着急，后来我给圆上了。我说，你让我别离开东平，要积极配合指导组调查，这不就对上了？其实他今天突然过来这么一问，我确实没想到。而且人家已经清楚的把通话时长56秒告诉我，这明明是调查好了的呀。这事儿现在关系大吗？这样，指导组要是再问你，就说你记错了。我跟你聊订婚的事儿，不是在这个电话里说的。谢主任，我觉得要不现在你去找洪亮，就说你突然想起来了，你把我的这个版本跟他说一遍，这样比较自然吧？不行，这他妈是指导组混不过去的，你给我记住。要是指导组不再问你，那就算了；要是再问你，你就说你记错了。你给我记住了，我给你打的电话内容是：做万海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听说了吗？行吧。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对于送检的5份张文清笔迹鉴定的结果如下：检材3至检材5，运笔不流畅，笔画呆板，书写不流畅，有弯曲抖动现象。综上所述，得出鉴定意见。检材3、检材4、检材5和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你们怎么还不走啊？我已经认罪了。
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你很清楚。证据有问题，你的案子没有结束。郑主任，给你添麻烦了啊！上次的时候我说的很清楚，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张文京，我们一共讯问了你2次。第一次，你坚决指控东平公检法栽赃你和万海是黑社会，可第2次，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能告诉我们原因吗？张文清，如果你在看守所里遇到了任何事情，请告诉我，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的。谢鸿飞，56岁，海东省人，现任东平市检察院第1检察部副主任。先说说你和你爱人的收入情况。我1个月工资1万出头点，我爱人退休了，工资2000多3000不到吧。那你在大涂村的老房子翻修花了多少钱？我老娘住的那个房子，装修大概花了10万不到。村里装修本来就便宜，包工头是我村里的熟人，给我打了个折。平时还有别的开销吗？去年老娘生病做手术住院啥的，前后花了3万多。我女儿上学花了点钱啊，我还买了一个2手的电瓶车，900多块钱吧。我这个人平常也没有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市院的同事聚会，我也很少参加。喜欢喝的茶叶，茶叶也是买的廉价的花茶。这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开销，除了工资，我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你和你爱人的工资1个月合计不到1万3，你们的积蓄都用来买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你哪来的钱买这价值80万的金条？老张，你这账可算的不对啊！这些黄金不是我现在买的，是我一辈子积蓄1毛1毛、1块1块的攒下来买的，那都是那些时候10几年以前金价最低的时候我买的。这黄金上面都有编号，我什么时候买入的，购买人是谁，你们可以去看嘛，可以去查嘛。都是我自己亲手买的，不是别人给我的。有收据或者是发票吗？近几年买的有发票，这10几年以前买的，我上哪儿找发票去？既然是合法收入，那为什么要藏在鸡窝里呢？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有必要回答。我不想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媳妇儿对我妈不好。对不起，我有。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见你说话。这么说，指导组已经盯上你和谢鸿飞了。是。我现在感觉很不好。郑亚萍把那天上午我跟谢主任的通话时长说的分秒不差。上手了，之后肯定还得来找我，这事没完。谢鸿飞呢？没联系了呀。我们现在有了默契，这时候越联系越说不清楚，静观其变吧。是体为无烧这个结论，指导组表面上是接受了，暗地里他们肯定是在查的。对，雷光发那边必须得做得彻底。
吗？7成吧。所以你得私下找人去打听打听他呀，我们才能想好对策。我知道了。偏偏王玉这个时候还要出事。王总这是不知足啊！集散中心是满足不了他了。对，软硬不吃还变本加厉。没关系，下点成本，先把它稳住。咱们都是结了婚的人，我说的这些你应该都懂，我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要是撒谎，你们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没有二话。他的问题我拒绝回答。这已经是我们的问题了，谢主任，你听好了，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请你回答我。非得逼我吗？必须回答。好，我就回答你们。我从小受过穷，吃过苦。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上鸡蛋，我他妈穷怕了。我就是喜欢看着这些金条，我不肯花，我也不舍得花它。我看着它，我心里都踏实。我看着这些金条在我手里头，我就是满足。我在咱们市院兢兢业业的干了30多年了，我拿我的合法收入买的这些黄金，怎么了？有哪条法律说我不能买金条啊？大晚上的，被他从鸡窝里发现了这么多金条，我怎么解释啊？你告诉我怎么解释？我能拿个大喇叭见人就说这些金条是我的合法收入买的啊，我是藏在鸡窝里，是为了不让我媳妇知道。谁信呐？我说得出口吗？我他妈要脸呢我！询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录音。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大概3年前的3月份，魏小天打伤了刘贵之后，赵文静来找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把事实告诉他了，他让我照实跟警察说。事实是什么？出事那天，魏小天跟刘贵在另一个包厢发生了冲突。我告诉你啊，你再敢在我店里玩那个东西，我他妈弄死你！给你买！你回来！别打了，给我！把东西给我！给我！后来，刘贵被推倒了，磕了脑袋。你的意思是说，不是万海指使吴小天打的刘贵？不是，跟万海没关系，万海根本不知道这事儿。你为什么要改证词？是钱波。大概过了半年之后，钱波在休息室找到了我。张文京是谁？张文清是万海的律师，威胁我做假证。什么时候找的你？3月24号。做什么伪证？万家灯火包厢，万海让吴小天打散刘贵，张文清让我跟警察撒谎，说万海完全不知道。怎么证明万海不知道？他又是怎么教的你？他让我说，是刘贵欠吴小天的钱，他们各个人员，万海不在场。那实际情况是什么？
这讲话是我听见文海说的，是我听见文海说，让吴小天打36给他。张文静是怎么具体威胁了你？他说，如果我不按他说的做，他就开除我，他让我在东平混不下去。那你又是怎么主动愿意去举报张文静的？我意识到我自己在犯罪，我自愿去公安局举报自首。我之前的证词都是受到威胁的，都是假的。他们为什么让你诬陷张文静？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要不按他们说的做，我就活不了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想这样做。你们为啥？是钱吗？是钱吗？这行不行？哎，等，拽我，这不拽我，来，不行。邢哥，您这，王总，王总，陈总，您怎么来了？这不你让我来的吗？那我就来了呗。这个常事呗。行了，也让你生哥停下来呀。听说王总想玩牌啊？哎，坐下来，咱玩一把。不是，陈总，你挺忙的，咱玩这玩意儿干啥呀？来，玩一把吧。不，你要不这样，您今天来，您有事说事儿。那个王总，平时玩多大呀？小的100、200，大的1000、2000。哎，子健，他上次问你要多少钱来着？100万。王总，是100万吗？咱们就玩100万。来吧，王总，谁输了游戏结束。我跟他开玩笑的。来，您别当真，我没别的意思，我不就是想把这事儿过户了，不3年了吗？王总，哎，我记得你有句什么人生格言吧？不搏不精彩。这把惹你赢了，给你这100万。如果我赢了，我不要你的100万。我想要啥，你应该比我清楚吧？非得这样吗？你确定吗？非要玩？哦，跟。这2个 S。王总，给你个机会吧。你来。
关朝关在哪儿了？钥匙。王总，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你敢拿着100万吗？啊？蓝书记啊，依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太赶了。当初退回补充侦查只给他3天的时间，我当时就反复强调，太着急了，生怕这个证据上出什么问题。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失察，我负主要责任。哎，李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工作上也有疏漏，这件事情不能完全宽容。我们的2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的确，我难辞其咎。昨天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领导做出说明和自我批评，但眼下要紧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么说啊，李检已经有想法了。既然张文京案存在着错误，我们就应该马上还他清白，这样也正好能证明我们在万海案的办理过程中的审慎和缜密。李检说的对，张文京事情呢本来就是旁枝末节，更何况现在万海案上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建波主席，东平呢，你比我们大家都熟，你要是听到有什么反应、好的建议，还请您多批评指导。反应呢，确实是听到一些。既然严书记问到了，那我就报告2句。严书记，你也知道，东平作为老工业城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前些年呢，还是省里的 GDP 大使。那这2年呢，他衰退了。为了促进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国家也好，省里也好，没有少给政策。那他们东平的班子这2年啊，也没有少下功夫，一直在推动这个城市的转型，要打造一个新东平。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了干劲、冲劲和闯劲的领导班子，对于这么一项负重前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我们不但要给予支持，也应该给予爱护，帮助他们消除工作中的阻力。特别是我们政法系统，同志们在办案的同时啊，也应该要注意到，保护好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严书记啊？过2天啊，省政协要去省检察院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做一个专题调研。那么我呢，很想听听万海案的相关情况。严书记啊，这个不会给你们的工作添麻烦吧？调研视察司法机关的工作，也是对我们政法工作的爱护嘛。这样，我通知张放同志，让他们一定接待好，汇报好。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感谢了。其实今天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态度。说心里话，我并不担心张文京的事情会影响万海案，我是担心在这紧要关头会影响大家的士气。现在我很欣慰，我看到了我们东平政法机关的团结一心和抗压能力。我们的司法公正，就是应该让无辜者免于受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我们绝不做拔到筐里都是菜的事儿。这次是省检察院帮我们纠正了错误，那下次呢，还会有谁来替我们查？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查清事实，尽快放人。任俊同志，你要亲自上阵，担任办案人，确保万海案万无一失。喂，张检。亚平同志啊，明天一早你和洪亮同志一起要回省院来一趟。明天？什么事儿啊？省政协
要到省院来做工作调研，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可不可以我们把汇报材料准备好，哪怕连夜赶出来，让孙专委或者是其他同志汇报？不行，江副主席特意提到了，最好是由组长和副组长当面汇报为好。张姐，东平的调查工作刻不容缓。我知道，但是汇报工作，这个也很重要。你跟洪亮同志转达一下啊，把材料准备好。咱们已经查实的事实可以汇报，一些个没有确定的东西，我们的猜测、怀疑，这些都不要提及。明白了吗？明白。好，明天见。嗯。谁让邵小样诬陷张文京的？熊哥，你听我说，熊哥，我这就去认证，不是我让邵小样去诬陷张文京的，我所有的事我全扛了，熊哥，熊哥。江副主席，哎，你好，你好！我代表我们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的这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张姐啊，这次省政协呢，是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调研，不仅是好的经验和做法，缺点和不足也不能藏着掖着。您放心，江副主席，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那就好。私仇，他仗着自己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总是干预我们娱乐城的工作，一会儿这个不让干，那个又不让卖的，他耽误我太多赚钱的买卖了。所以这次吴小天他举报万海这件事儿，我想着正好把他也弄进去，一了百了。我承认，是我诬陷了张文京。这是你的口供笔录，看一下，确认无误的话就可以签字了。王老师，怎么了？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啊？这么快？行，知道了。咋了？他们决定释放张文京。啊？张文京，我们已经对你的证据进行了复查，证据链不闭合，部分证据取证不合法，所以我们将撤回对你的起诉。
现在进入汇报环节。首先要汇报的是雷案的情况，由我院一部的主任，也是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进行汇报。尊敬的江副主席，各位领导，下面由我来代表指导小组向大家汇报最近我们进行的一类案件的评查情况。自今年2月以来，指导小组对海东省各地方院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诉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核查了全部案卷，询问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的证人。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地方院个别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另外，我已经认罪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我就是黑社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认罪认罚具结书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部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张主任，这么问不合适。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不可能视频引起。该批你们到底干嘛？该同意。想了点啥呀？难看不？现在要揪着万万。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疑问。谢主任，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各位领导好，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产生一定的质疑。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过程。我们需要时间。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关注的案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说实话，办理这样的案件呢，需要审慎、公正、公平。我们要把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落实到位。的确，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来向你道歉的。我知道，其实我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但我还是想
当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也清楚，这句口头道歉。请我吃饭。这段时间我的案子没少麻烦你，所以想请你吃饭，表示下感谢。不用客气，这是我的工作，是我应该做的。那你就当我特意找个借口想请你吃饭。不是不可以吃饭，但是不能你请，因为现在你的案子还没有完结，所以请我吃饭的话，就会有贿赂案件相关人员的嫌疑。这样啊，那这样，等案子彻底结束，我再请你吃饭。可儿，爸，我干妈今天又没空啊？啊，对他得加班，我看了一下，他确实是要加班。啊，走吧。哎，爸，你不会压根就没跟我干妈说吧？怎么会啊？你交代的事我能不办吗？走。那只能说明被告人钻了法律的空子，而不能说他违反了法律。毕竟他购买经济适用房是付了钱的，不过价格相对低廉而已。那么请问，控方认为他诈骗所得究竟是什么呢？一套房子，一个指标，还是所谓低于商品房的具体差价呢？那当然是一套房子的指标了。下面进入总结陈词环节，有请辩方做最后陈词。我们每个人
都会为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而努力争取。我相信被告人自己也知道，他的这种做法并不光彩，但相对于回报，他觉得值得。我们可以不欣赏他的价值观，但刑法并不负责教人彬彬有礼，只是为了能让每个人都守住社会行为的最底线。有请控方做最后陈词。一套经济适用房，多少工薪阶层梦寐以求的对象。只有把房子真正给到需要的人，国家的政策才能落实到位。被告人和他的妻子根本没有购房资格，于是用离婚、结婚的方式瞒天过海，让惠民政策成为了一张白纸，让真正需要购房且符合条件的人无房可住。这种行为难道仅仅只是缺乏道德吗？刑法不需要彬彬有礼，但刑法需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被告人在合法的外衣下有着不法的目的，若刑法对此都视而不见，那将会有更多的诈骗分子有机可乘。可以啊，诈骗对象都没搞清楚就敢上场。那个我后来不是说对了吗？你好意思说？你当时有什么可犹豫的？我是看到姚真突然……潘小丽，有失水准啊！尹初，我知道错了。当然了，除了这一点，其他都还挺不错的。是吗，尹初？姜文静他们还笑话我嘴瓢呢。姜文静本来跟你一样有参赛资格的，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取消了。他看你有机会上场还发挥失常，那心里当然比你还着急了。我知道了。好了，过去了。比赛嘛，难免有遗憾的，你就记住文无第一，比赛完总结经验，那就最好了。好的，谢谢尹初。姚真，潘小黎，你在这儿干嘛呢？我等文静呢，她上去收拾东西，一会儿就下来了。啊，你今天怎么突然间来了？哦，我听文静说你们要搞一个什么辩论赛，我顺路过来看看，没想到我一来你就输了。啊，对不起啊。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又不是为了我才比赛的，难道你是因为我来了？所以你才输了？啊，没有。不过看到你来，我是有点紧张。你别自己输了扯我身上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哎，别呀，我还是很期待你能来的。至于赢不赢、平不平的，我并不在乎。我在意啊。你是在意我吗？想什么呢？我在意的只是输赢。我玩游戏从来不输值。啊，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无论评不评得上10佳，我都是一名合格的检察官。不能只是合格，要优秀，最优秀。要优秀。搞得好像我是你领导一样。你也可以做我的领导。别，我带不了你这样的员工，又呆，吃的还乱七八糟。好了，看你态度还不错的份上，暂且原谅你了，以后努力啊。这儿。你还没走呢？现在就走。那我们先走。好嘞。你走赶紧走。你干嘛呢？来送点资料，正好叶子今天开庭，就想出来看看。庄，这是给他的礼物，
帮我转交给他吧。这种东西我算不好吧？任律师，拜托了。谢谢。现在宣判，被告人白天因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叶泽这个案子你干得漂亮啊，公众形象提升了不少，中影的事都没大有人再提了。 甚至有人还替你说话呢，说中影不该开车撞你。照这样下去，我们的 CBD 计划又可以拿到明面上来继续了。我从来就没停过。你总能让我出乎意料啊，天宇。我觉得我不够了解你。我有什么好了解的吗？你不用逃避，其实我能看得出来，你心里有好多的小秘密。我想成为那个最了解你的人。 而且我认为，也只有我才配成为这个人。我自己都不太了解我自己。双鱼座，我天蝎座，咱俩好配呀！天宇啊，我林薇薇呢，只要认准了的事情，一定都会做到的，这点咱俩很像。 可是我更喜欢咱们俩现在这种关系。不够。下个案件要用的资料。好。严律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我给你放这儿了，先回去了。今天你吃什么呀？吃牛肉。牛肉？那食堂是没有牛肉怎么办？你不会吧？哎，那不是叶泽吗？他怎么又来了？应该是来找余处的吧？案子都已经结了，还来找余处干嘛？说不定是来感谢余处的呢。分析的有道理。哎，吃饭去啊！ 凯英姐，在检察院还是称呼我为于检察官吧。啊，好，于检察官，我的案子结案了。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你的鼓励，我想我不会这么快振作起来。所以真的特别感谢你。我想请你吃午饭，可以吗？不如2位一起啊。啊，不了不了，这雨太大了，我们去食堂吃就行了。食堂。我跟你说过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下午还要开庭，没有时间跟你一起吃饭。哦，开庭也要吃饭的吗？真的不用啊。我就耽误你一点点时间。叶泽，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真的很忙，没有时间跟你一起吃饭，请你理解我。明白，那我们改天再约，我不打扰你了，你继续忙吧。
么样？顺利。他已经向九泰集团提交了辞呈。特别好。你快过生日了，我给你放几天假。我不需要假期。不管你需不需要。我真的不需要。你需要什么，我送你。哎，哥，你快来，哥，我要这个，你给我买这个蛋糕。再吃，今天就吃第2块了。不嘛，哥，你刚才给我买的蛋糕都不好看。不是，合着这蛋糕不仅要好吃，还得好看，是这意思吗？那当然了。哎，行吧，哥答应你，等你下次过生日的时候，哥送给你一个最好看的蛋糕，像我妹妹一样漂亮。行，那就是最好看的那块。不过啊，这蛋糕可是有点难找。今天不吃了啊，今天不吃了，咱们不吃，下次买，下次买。那就送我蛋糕吧，最漂亮的那种。蛋糕？我就要蛋糕。坐。您好。给这位小姐挑一个生日蛋糕。哦，您看这个行吗？喜欢吗？你看，你看，很喜欢，就这个吧。好，谢谢。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哎，姚真，姚真，任天宇，你什么情况？干嘛呀，姚真？你不敢问，我来问，我非要问清楚。别闹了，不许说话。任律师，你有女朋友，为什么还对我们家文姬念念不舍啊？还守在地下车库，英雄救美，你到底几个意思？就算是个路人，看到那个情形也不能不管。路人，原来你是路人呀！走了，走了，回家了。我不走。哎，文静，你太过分了，小三。看来他们是误会了。应该是。先生，您的蛋糕。生日快乐！谢谢。文静，文静，你先听我说嘛。我才刚起份，准备开始骂他，怎么能一边跟别的女孩，一边对你献殷勤呢？那个是他助理。老板给助理买蛋糕，助理就不能升级？行了你，瞎说什么呢？江文静，我麻烦你以后出门之前把眼睛擦亮了好吗？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之前跟我说的是不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故事。可能是个事故吧。你还有心思开玩笑？你看看人家说的，路人也会去救的，知道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你在他心里就是个路人。文静，你站住！忘掉他吧。已经忘了。我信你个鬼！那你说，怎么忘？把他当地下1层的路人。我还把叶子的案子介绍给他了。不行，我得换人。算了，一码归一码，他还是个好律师。为了叶泽，你也不能换。你就喜欢憋屈自己。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不憋屈？按照我们白羊座的想法，就是直接跑过去，把问题列出来，1、2、3、4、5、6，想不明白全部问出来，做个了断，然后该干嘛干嘛去。你觉得他能说实话吗？我真的拿你没辙了，看你这没出息的样，我就生气。好了好了，本来应该是我生气的，怎么反倒成我安慰你了？算了算了，
让你开心开心去。那这个给你好不好？你这个还有一个，那快点过来，你们选一个，是吧？除了你们俩一起玩。啊，快来，带点漂亮的一圈儿。这个给你们。我到这边来，我到这边来，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开心的地方啊。是啊，怎么样？现在心情好点没？这就挺好的。可是又有了新的烦恼，比如说，他们的家人在哪里啊？哎呀，自从你做了检察官之后，就总是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样子。哎，你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有一次陪我爸过来捐款，然后就经常来。发现不是我们在帮他们，而是他们在帮我们。他们的世界不一样，孩子们就是天使。以后也带我一个，没问题。上次我和潘，你跟潘晓玲也一起来过啊？没有啊，我们只是偶遇，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可没你那么没出息。着急否认，说明心虚啊。正经。好了好了，不跟你闹了。不过你跟我说实话，你觉得潘晓玲这个人怎么样？他这个人啊，做事有点呆呆的，说话像个机器人一样。开个车还那么多规矩，还有洁癖，长得嘛倒还挺清秀的，笑起来也还可以。但他那两条眉毛，黑的像两根毛笔画的一样，又黑又粗。吃饭也有怪癖，正常的不像正常人，说不上来的感觉。爸，你今天去哪儿了啊？一整天都看不见你人。今天周末呀。周末怎么了？我们做生意的哪还有周末呀？只有抓紧每一分钟，才能创造更高的效益。我知道。那你老实跟我说，今天去哪儿了？我去福利院了，给他们送了点东西。您别这么看着我呀，看着我直发毛。我这不是为了中艺吗？那里的孩子都可可爱了。好，做得不错，干得好，真真啊，你有这方面的想法，爸爸很高兴。哎，正好，这节日马上就要到了，你这样，你赶快啊写一个策划书，这2天在董事会上批了，爸爸就给你拨款，争取节前把本省各地的孤儿院、敬老院都走一走，探访慰问一下。这也算是表示一下我们中艺的心意嘛。全省？怎么了，潘磊？嫌麻烦？哼，你刚才不是还跟我说为了中艺好吗？谁说我拍累了？没问题，当然可以了。您就等着瞧吧。哎呦，你说你这臭丫头啊，毛手毛脚的，我看呀，将来谁敢娶你？自有天收。你最近什么情况？怎么老去检察院找这于大检察官？我也不知道，我就是特别想见到他，一见到他我就特别开心。完了，什么完了？兄弟啊，你不会是爱上他了吧？是，我是爱上他。不是，真的假的？兄弟，你别开玩笑，好好开车啊！我是说，他岁数比你大，我不在乎。是，他比你大，你不在乎。那外界对你的评价，你在不在乎啊？
我现在刀枪不入。你刀枪不入，人家呢？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那怎么办？我还想问你，你说我花也送了，想请他吃饭，他每次都非常礼貌地拒绝我，一点机会都不给我。我现在不在乎什么别人的评价，我在乎的是他的评价。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哪一点啊？说了，你这种俗人也不会懂。哎，好，我俗，我就是一大俗人。下次啊，再去检察院，别带着我啊。作为哥们儿，你还是得帮我想想办法。你只要往那一站，普通的女孩子就是生扑。那于大检察官是什么人？那不是普通的女孩子。你呀，你得走心。走心。来看看。霸道总裁别吻我，想你的1001夜，这都什么烂剧本啊！看都不像看一眼的偶像剧。你先别皱眉啊，这些都是现在女孩子们喜欢的偶像剧。坚决不演。我也没让你演呀，你不会取悦别人，在这里边好好学学招数，取悦一下凯英姐姐，总是可以的吧？凯英姐是你叫的啊？于大检察官。这能行吗？我觉得行。像你这种从来没有追过女孩子的人，更应该好好学习学习，了解了解女孩子们的喜好。可凯英姐不是一般的女孩子啊，她可是检察官。检察官也是女人啊，女人就喜欢浪漫。你看看这些桥段，浪不浪漫？浪漫。哼，你看这一段，还有这一段，俗不俗啊？我做不出来。行，我俗啊，你自个儿想个高雅的去吧，我走了。放下。这个确定能行？你看看这些剧本，你看看这些智慧，这一招不行，咱换一招。我不信他不中招。再说了，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算了，当熟悉一下业务能力。好好看，好好学。从来没有见你这么认真的研究过剧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喂，张警官，我想麻烦您帮我查个案子。这次我的官司打得很顺利，要多谢你们寄来的资料。不用客气，这些都是正常的手续。所以说，这次让我感受到你们检察系统作为人民公仆的办事效率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谢谢。神经病啊你！你没事吧？
刚才海报上那几个人你认识啊？很多年没见了，当年一起唱歌的。飞行乐队，他们就是之前一起跟你搞乐队的那几个人。没想到，他们到现在还在用这个名字。飞行乐队是我们当年一起取的。只要你踮起脚尖，看心头上这蓝天，天空就不会再那么遥远。这歌也是你写的？我之前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因为从来都没有发表过。为什么？再也没有人和我一起唱。之前的那些事儿，你愿意跟我说说吗？那个时候，我们已经3个月没交过房租了。为了每天能按时赶场，我们躲在租的地下室里，房东每天都来堵我们。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儿躲在屋里，大气都不敢出一声。为了装作屋里没人，可那个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能做自己喜欢的音乐比什么都重要。那后来呢？后来我参加了选秀，入围了前3名，有经纪公司想签我，但不愿意签我的乐队，因为中国摇滚乐没有市场。我不敢告诉大家，我怕伤了大家的自尊心。所以你就选择自己扛着，让他们误会你，让他们恨你。你也不用把我说的那么伟大，我就是觉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我进了公司，混出名堂，到时候就可以和公司提条件，大家又可以一起唱歌了。我猜他们没有给你这样的机会。我不怪他们，换作是我也会误会的。毕竟那个时候大家过得都不容易。什么？叶泽碰到他以前乐队的兄弟了？据说他们以前一直在酒吧驻唱，甚至在街头卖艺，但后来呢，叶泽单飞进了娱乐圈，就跟他们闹掰了，再也没见过。再度相遇，一个已经变成大明星了，另外4个还是老样子，这可真够戏剧性的。但是我还是能看出来，叶泽内心很在乎他们。你想，从罗东平的事件就能看出来，无论是之前的兄弟，还是现在的兄弟，叶泽都是在乎的。凯英姐，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叶泽呀？怎么啦？你不生他气啦？我生他气干嘛？他是个孩子。你说，虽然他还是个孩子吧，但他还挺重情义的。罗东平那件事情，他又卖车又卖房的，能做到这个程度，真的很不容易啊。是啊，总感觉他想为他们做些什么，但却什么都做不了。话虽这么说，但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因为这个来难为自己，因为谁都有选择自己未来道路的权利。叶泽现在生在娱乐圈，周围的议论评价对他的影响都会非常非常大。
他不可能完全去屏蔽这些，特别是那些议论、评价跟他的内心背道而驰的时候，对他的打击更大。你想，他明明很在乎那些兄弟，却被那些人当成是叛徒。是啊，从他买下他们以前曾经的练习室，就能感觉到他心结很深。哎呀，文静啊，我想帮帮他。帮他？怎么帮他？我没想好，但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叶泽内心是在乎他们的。你想帮叶泽和他以前乐队的朋友和解？你们好，请问你们是飞行乐队吗？两位检察官，带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怎么，叶泽是想让我们看看他现在多有名气、多有钱、多辉煌吗？不好意思，我们不感兴趣。虽然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们现在这样真的很没有礼貌。哎，这位小姐啊，你既然不知道当年我们跟叶泽发生了什么，凭什么在这指手画脚？我看不太礼貌的是你吧？你不好意思，今天冒昧的请你们过来，但是我们没有恶意。叶泽之前是飞行乐队的成员吧？得，千万别这么说，他现在可是大明星。未必希望别人知道他那段的历史，但这并不代表他忘了你们，恰恰相反，他非常非常怀念之前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光，他现在只是没有勇气面对你们。那他当年怎么有勇气放弃我们，自己签约经纪公司单飞呢？不然他能怎么办呢？你们当时连房租都交不上了，而且很少有人愿意来听你们的演出。后来有酒吧愿意跟你们签长约，是因为叶泽。这是他跟公司的交换条件。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请跟我来。这里就是我们当年一起排练的地方。是啊，我们当时总吹牛，说等以后有钱了，一定要把这里买下来，然后5个人一块写好多好听的歌。这跟我们当年设想的一模一样。叶泽一直记得你们当年的梦想，所以他买下了这里。现在他已经变卖了所有的资产，唯独留下了这间练习室，但每次只能1个人来。这个酒吧的合约真的是叶子帮我们换来的吗？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去查一下，那间酒吧的投资方之一就是叶泽的经纪工作室，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巧？他刚离开，你们就找到新的工作，而且一签就是1年。大黑，我们好像真的错怪叶子了。可他当年为什么不说呢？你们给过他机会吗？他每一次去找你们，你们都把他撵出来。后来公司怕影响不好，不允许他再去找你们了。当然我知道，当年很多问题肯定很复杂，你们也有自己的苦衷。我今天请你们来，不是让你们原谅他的，是为了让你们听这个。别害怕绝望中的孤单，要成长就学会和自己作伴。这是叶子写的。李处呢？不是叫他喊过来一起玩玩吗？估计是被工作绊住了吧？你怎么操这么多心啊？能不能学学人家妍妍啊？一直都那么酷。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请你喝一杯吧。我不去。哎，叶子，叶子，叶泽，凯云姐，你怎么在这儿啊？不请我进去喝一杯吗？这个地方是你选的？不要一直逃避下去了，进来吧。上去啊，愣着干什么？这是飞行乐队的舞台，是属于你们5个人的舞台。哎，叶泽来了，叶泽来了。叶子，屏幕你了，还不赶紧上来？怎么，当了那么多年偶像，吉他弦忘了怎么拨了？接下来这首歌，我要送给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谢谢他为我做的一切。
先走了。这么快？我肚子饿了，我们去吃宵夜。我就不去了，我还有工作要忙，先走了。哦，好吧。工作，你们检察官也太无趣了。那个我有时间，我陪你去。今天我吃鱼。可是我今天只想吃烤牛肉、烤羊肉、烤鸡肉、烤鸭肉，就不想吃鱼。啊，那我可以吃烤生蚝、烤扇贝、烤大虾、烤鱿鱼，都行都行。那好吧，那我就去一下，走。走走走。你就打算这么走回家吗？关你什么事儿啊？上车，我送你。上车吧。你今天怎么会出现在那里？你别管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今天看到叶泽又上台，我还是挺开心的。以前呢，我以为他是一个那种，你知道的。没想到，这小子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是啊，他确实比有些人重情重义。话里有话。任天宇，我现在不带任何情绪，不抱任何期望，我请求你认认真真的回答我一个问题，行吗？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而别？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什么叫现在不能告诉我？好，那我换一个问题。假设你当初不喜欢我，你为什么要送给我小金鱼？为什么要吻我？任天宇，我太累了，我请你给我一个答案，让我死心，行吗？是我不够好吗？不是，你特别好，我也是真心喜欢你，但是我真的有我的难处。你喜欢别人了？是舒锦吗？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们在一起多久了？明明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非要亲耳听到答案才死心。对不起。不用说对不起，是我自己太傻了。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好啊，大家都是成年人，做不成恋人，难道就要做仇人吗？你别这样行吗？别怎样？你不是说做朋友吗？我接受你的建议，挺好的。朋友，再见。你好，两位需要点什么？2串鱿鱼，2只烤虾，2个生蚝，2个扇贝，不要放辣椒啊，一定要少油，谢谢。好的。哎，等等，你点这么少，有我的份吗？不够吗？我要10个牛肉串，10个羊肉串，10个烤鸡爪，2个鸡翅，加辣，还要一个冰可乐，谢谢。好的，请稍等。喝点水。
谭小黎，不是吧？保温杯枸杞水，人们都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你才多大呀？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吧？这个养生它不分年龄大小，特别是你们女孩子啊，出门就应该带个保温杯。哎，我跟你说，我这个保温杯特别好，回头我买一个送给你，你出门的时候啊就可以随身带着它。18岁的姑娘不需要。你这海鲜看的不错，要不海鲜归我，肉都归你。我今天不吃肉。那行，还给你，还给你。谢谢。慢点。请稍后，再一会儿就到。凯英姐和尹检察官也来过这家餐厅？没有。这家餐厅虽然不大，但味道很好。谢谢。你好不容易见着你的朋友，怎么不跟他们多聊几句啊？我跟他们约了，改天一起好好聚一次。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啊，我来正式介绍一下，这是尹检察官的女儿。干嘛？我自己来。我叫尹可儿，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干妈。叶子，你不知道，尹处会弹吉他的，他上大学的时候跟你一样是万人迷来的。是吗？你不要听他了，他不懂。我们那时候就是抱着装装样子，我这纯粹是业余中的业余爱好嘛，跟你们专业的不能比。尹检察官谦虚了，我懂。那你也太会开玩笑了。哎，对了，可儿，你妈妈呢？叶泽，可儿的妈妈，在她小时候就不在了。可儿，来，喝果汁。谢谢叶泽哥哥。对了，凯英姐，这周末你有时间吗？周末啊，我不确定哎。周末我们要加班吗？如果要加班的话，可能就没有时间。没关系，没关系。好，吃好了。你有强迫症吗？姚真啊，我刚才粗略的计算了一下，你平均2分钟吃1串，现在还有15串，你还要吃半个小时啊！我只能给你15分钟。你说什么？我的意思，我11点钟是必须要睡觉的，要过了那个点儿我就睡不着了，所以我今天10点必须要回到家了。正好，
我也要10点前回家。我还要跟我游戏里的小哥哥打游戏。什么？什么小哥哥？游戏里的大神Star，你跟他不是一个档次。Star？什么游戏？干什么？还想跟我玩一个游戏啊？告诉你 ，Star， 不会这么巧吧？好久不见。今天这么晚？白天上班，晚上才有时间上来玩。哦。今天出了一个新的副本，我带你。好啊，好啊。耶！有时你清醒点，这个人才是一直带你玩游戏、你一直仰慕的小哥哥，不要去想潘晓黎了。喂，张警官。严律啊，你让我查的那个案件我查清楚了，那个叫祝锦的几年前因为涉嫌抢劫，被当地警方抓了。因为没钱打官司，所以当地给他找了一个法律援助。帮他打官司的人你还认识？你猜猜是谁？谁？就是
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召开2019年第1季度股东大会。会议应到股东9人，实到8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以我现在宣布会议正式开始。现在进行第1个议程，请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自成立以来的运营情况以及人事管理情况。大家掌声欢迎。喂。哦，好，我马上过来。谁的电话？是，他让我现在赶过去。那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他让我一个人去。他知道咱俩在一起吗？今天的会你们先开着，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啊。吴玉景连这么重要的会都不开了，一定有什么问题，你跟去看看。是。林总，您要不要过去？那现在我们会议继续。好，那我就代表吴总向大家汇报一下公司财务报表的分析状况。从财务报表分析企业的2019年，不好意思，突然叫你过来。啊，对了，原本你今天是有个季度股东会的是吧？啊，没关系的，王总。好，那就好。叫你过来呢，是想跟你说说他。怕什么？又不是没做过。我不是怕，是当年和现在情况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我看是你的胆子变小了吧？是我现在的情况不是特别好，并不是因为我。你是只为清明？我听说你找了个什么律师，把他整得不轻啊。所谓杀敌1千，
自损800。哈哈，别人都以为壮士断臂是壮烈，其实是愚蠢。如果都靠着伤筋动骨才能打败敌人，那只能说明你自己不够强大。是，这次魏清明的事，我确实大意了。大意？我看是你的舒服日子过惯了，已经忘了自己当年是怎么发家的。这个您放心，我怎么会忘呢？如果没有您，我吴一景到现在什么都不是。知道就好。那这件事情就按我说的去办吧。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微微知道您回来了，她想见见您。我明天一早还要去挪威参加一个华人商会的论坛，下次吧。可是微微真的想见您，我说下次吧。好，下次。把东西拿来。把这个交给他，就是我送他的。好，我一会儿就把这个给微微送过去，她一定会很高兴。行了，我正好还有点事儿。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是1级棒的度假酒店，这个地方不光湖光景色美，住宿客房还是1级的棒哦。我们现在顶层的豪华客房区。哎，等我一下，我们1楼见。这位小姐，请您坐下一班电梯。别听他们的，进来吧。刚才你是在做直播呀？对啊。是在哪个平台啊？凝望视频。听说过映画视频吗？当然听说过，那可是一个很大的视频网站，想要做到他们的主播，那可不容易呢。您也知道啊？啊，那是我们老板的网站。哦，这样。我看你资质不错，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那个网络试试运气。好呀。要不寄一个电话，也许能帮到啊，你。不用了，不用了。
瑞瑞，这次他没有时间见你了，这是他给你买的礼物，让我转交给你。对了，一会儿下班一起走吧。不用了，你先走吧。我正好有些话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姜文静弄那个公众号我看了，挺好的。很多案子不仅有调查和审判的过程，还有很多从网友角度出发的思考和想法。有法理，也有人情味儿。对，上次钟颖那个案子就是，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检察院做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姜文静就在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无声的道歉，大家看了以后就知道了，钟颖她只是一个绝望的母亲，也理解了检察院，觉得法律也是温暖的。这一年啊，他成长了不少，所以你当初对他判断还是对的。把他招进来，没错。他要是知道你这么认可他，他一定很开心。哎，但你不能告诉他，这样得让他骄傲了。好。很久没见你在我面前这么笑过了。喂，什么事情不能电话里说吗？好，我现在过去。去哪儿？我送你。你可以送我，但是请你什么都不要说了。突然要转去法律系，你是怎么想的？你不是一直跟同学说你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 UI 设计师吗？我爸想让我学法律，我听我爸爸的。
别随便叫我爸，好。